大家好啊，欢迎再次收看熊哥地图炮啊。这次我们的这个旅游节目啊，牛逼了，我们要上天。这次好，在上天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好，左边这个就是本人啊，左边这个是我，右边这个是某一个网红大 V 啊。下面这两个数字呢是我们的粉丝量对比。我的粉丝量是2×10的2次方，他是5×10的7次方啊。当然，我们这个差距很大，是吧？但是差距有多少大呢？他的感受并不直观啊。我们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这个感受呢，我们把它做成图像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蓝色的小方块啊，就是我的粉丝量。这个黄色的是人家的粉丝量啊，来看一下。差距非常的大啊，我们的粉丝量的差距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那么正传了啊，我们回到这张图来。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个太阳系的这个示意图啊，它的比例都是不对的。我们今天通过这样一个软件CAD 软件给大家展示一下真正的太阳系的正确的一个比例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先来看地球，我们从地球出发啊。好，我们从地球出发，开始我们的太空之旅。这里有一个480公里啊，上面是散逸层，然后是1000公里，1000公里就是大气层的外缘，在它的下面，在这个位置，距地400公里，这里有一个国际空间站。这个国际空间站大概它的宽度是100米左右啊，它可能已经超过100米了。这是国际空间站，6个国家合作的，不带我们中国，他们不带我们玩啊，所以我们中国自己也要搞一个。这里有一个和平号，俄罗斯的前苏联的吧，前苏联的遗产啊，俄罗斯继承的，现在已经坠毁了，不是坠毁了，就故意回收了，不能用了。俄罗斯的和平号这个宇宙空间站在这里。将来我们国家要造的天宫号的这个宇宙空间站呢，基本上就是和和平号差不多啊。我们一个国家造的话，确实造不了这么大啊，就是他要做的工作也没办法这样展开。这是好多国家一块用的啊，所以它个儿大啊。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高度啊，它这个非常小，它在地球的哪里呢？其实也就在地球的表层，没多远啊。再往上。在这个480公里往上这个大概是在500多公里的高度上。这里有一个哈勃望远镜，大名鼎鼎，大家都知道啊，它是长这个样子的，真的有点像望远镜呢。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地球，基本上我们所谓的这个太空啊，它这个离地球还是很近很近的啊，也有不近的。好，这里有一个圈，这个圈是什么呢？这个圈是地球的同步轨道，地球的同步卫星就是得在这样一个高度的轨道上运行啊，高低都不行，必须在这个高度。这个图上是示意图，它实际上的这个轨道应该是在赤道的上空。我们国家的那个叫做北斗导航系统的前3颗卫星同步卫星，就是在这个轨道高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在哪儿呢？在这儿呢。放大看一下，我们国家的北斗导航卫星样子长得还不错啊。好，再缩小，这又是个圈，这个圈是什么呢？是月球的轨道。月球的轨道，大家看一下，地球和月球真的离得老远了，离这么远。那我们国家这个其实的飞行器已经到月球了，咱们的这个嫦娥已经是过去了，咱们那个
玉兔已经在月球的背面在行走了，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太空能力啊也还可以啊。好，我们再来缩小看啊，这里有个线啊，这么远啊，这个大家看一下，地球和月球啊，在这个小圈上这么远，这是金星。然后再来同样的距离，地球到金星同样的距离，到这里，这是水星，水晶地啊。再往里，再往里，这是太阳，太阳。这个就是太阳系的3颗小行星。我们看下面，火星，火星在外面，火星这个距离就大了，地球往外。这个距离呢，差不多是到水星的距离了，火星、水星的距离差不多1里以外。这是火星啊，再往外，木星，哎呀，这个离得就更远了，在这儿，木星。我们平时看到把这几个星星把它放在一起比较啊，可以看出它的大小来。但是如果做成图，我们做成一个宇宙什么地图啊，它叫星图，我们多大的一张纸上啊，把它打印出来的话，这几个星球其实就是一个小墨点啊，非常小。好，我们再往外，土星，这是土星，在这儿。水晶地、火木土6颗星，在人类的漫长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就知道这6颗啊，这6颗地球的行星啊，不对，太阳系的行星啊，我们的兄弟星。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格，这是一个网格啊。这个是0，这个是01，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这个圈啊，这个圈是地球的轨道啊，地球的公转轨道。它是一个椭圆，在这个长轴它比这个格子啊要大一点，短轴比这个格子小一点，平均是这个1啊。国际上把这样一个距离定为一个标准，它是叫做天文距离，一个天文距离，简称 AU。AU 这个单位非常好啊，我们中国人特别好记啊，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东西和你实际看到的相去甚远，距离老大了，你就说AU我去。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这个各个行星啊到太阳的这个距离啊，它有规律。在1776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德国人叫提丢斯发现了一个规律：行星到太阳的距离以地球的这个距离为单位1的话，一个 AU 的话，那么其他它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他发现了这里头有规律，有一个公式，就是这样一个公式。当这个 n 等于负无穷大的时候啊，这个数字这儿就等于0，那么就是这是4，十分之4， 0.4。n 等于1啊，等于这个1的时候，就是2×3得6，6加4等于10，那么就是1，它就是地球的距离。n 等于0的时候就是金星的距离，这样一个公式，非常的神奇啊。然后他就把这个公式呢，他告诉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叫做波德。然后他呢将信将疑，他一直拖了好几年，到了1772年，他写了一个论文，公布了这样一个公式，并且他预测在6这个位置上，在6这个19.6个 AU 的这个位置上，应该有一颗行星，只是没有发现啊。他预测了，但没有人信他。然后这件事情呢，一直拖到了1781年，有一个英国人叫赫歇尔，就这个人，他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发现了这个后面的一颗行星，叫天王星。
那么这个天王星的这个轨道呢，根据观测的结果呢，就算出来了，在这个位置上。然后呢，看了一下它的这个位置啊，在20，长轴在20出头，短轴在18点几，那么它的平均距离正好是19.6。那么就是说，这个天王星又符合这个公式。那么整个天文学界就炸锅了，哎呀，太神奇了！这个公式当时就牛得不得了啊，给它国际上就给它命名，叫做提丢斯波德定则。当这个天王星找到以后呢，大家就开始就关注到这个 2.8 这个位置，他们认为 2.8 这个应该还有。这个事情又拖了20年，整整20年，1781年到1801年，20年时间。有一个意大利的神父，这个是神父，同时也是天文学家他在自己的天文馆里面，在这个1801年的1月1号的晚上，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然后呢，他连续观测了好几天。然后这个人非常的勤奋，你看古代的这些天文学家非常令人敬佩，他非常勤奋，过年他也不休息啊。1月1号那天晚上他还工作，连续工作了好几天，就观测这个新的行星，在以往的星图上都没有找到没有记录。他觉得是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位置上的。然后连续工作几天呢，他就累倒了，他就病了以后呢，就休息了好多天了以后呢，就是再找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颗星星呢，就是跑到太阳的另外一侧，就是得白天才能看到。白天呢，因为有太阳挡住了，所以就看不见了。它只有少量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个少量的这个记录呢，被这个数学家高斯拿去了。高斯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被高斯拿去了。高斯拿去一计算，就计算出来了，在 2.8 这个位置上。算出来以后，但是没有发现。到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就是1801年的12月31日，被一个德国的天文学爱好者奥伯斯被他发现了。2.8 这个位置上的这颗行星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哪？在这儿。这颗行星呢，为什么没有被发现呢？因为它非常的小，叫做谷神星。当时呢，他们规定比这个谷神星大的那就叫行星；比谷神星小的呢，那就不叫行星了但是现在这个规则已经变了谷神星不能叫行星，叫矮行星嘛，好像是950公里地球是直径是12000，它是950小多了非常小，谷神星。这颗星发现了以后呢，天文学界呢又炸了这个定则太牛了，这个提丢斯波德定则实在是太牛了，于是这两个空白都给它填上了。然后大家呢就开始寻找 38.8 AU 这个位置。这一等呢就是好多年等到了1846年，这过去45年时间1846年，这个有一个法国人，他叫做约瑟夫·勒维耶。因为他们去观测这个发现的那个天王星，天王星的轨道不规则，就是说天王星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的时候呢，经常发生就是漂移它偏离轨道。天王星为什么发生了偏移呢？那么他们估计是受到了干扰，受到了其他行星的干扰。这颗行星在哪里呢？不知道。这个约瑟夫·勒维耶呢，就根据所有的偏移数据，就算出了那颗干扰天王星运行的那颗行星的轨道。他把这个轨道给算出来了，他说应该有，然后他就找这个欧洲各地天文台，就有大型望远镜的那些朋友，他说你帮我去找，我算出来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会有新家伙，而且是个大家伙。
法国同胞啊，都没人理他啊，因为当时这个算这个轨道的人也很多啊，基本上啊都不靠谱。然后呢，有一个德国人叫加勒，这个人叫加勒，他就拿去算了。他收到信的当天晚上，只花了1个半小时，指定的这个位置，发现了新的行星。当时发现了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信给这个勒维耶，那个是德国人啊，这是个法国人，他当天就写信，很简单，你计算出来的那颗行星被找到了，就是海王星。海王星的轨道我们把它放出来啊，海王星的轨道啊，就是这个轨道。海王星我们看一下啊，放大看，一颗非常非常蓝色的一颗星球啊。现在的研究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气体状的一个星球啊，海王星不符合这提丢斯波德定则，它的位置不是在38.8这个位置上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网格，那平均应该是在这是30出头，这边是30不到，大概是在30的位置上。这个是海王星的位置。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提丢斯波德这个定则呢，就没人信了。曾经牛过一阵子啊，非常的牛。后来大家觉得也许是个巧合吧啊。这时间又过了很久啊，到了1930年，美国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克莱德·汤博啊，因为到了1930年了嘛，那个设备已经很先进了，他用了他的新家伙，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啊，就是冥王星。我们看一下冥王星的轨道啊，这个紫色的这个轨道啊，冥王星的轨道它也是个椭圆嘛，它的长轴在49不到的位置，短轴它和这个海王星相交了，短轴比海王星还短啊，30不到的位置。那么这个轨道的平均值大概在这里吧，那么就是差不多是在38.8的位置，不是很准确，但是很接近。在这么多长的时间里呢，然后大家在这个2.8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谷神星的那个位置啊，又发现了很多的小行星。在2.8的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发现了好多的小行星，很多很多。有的人怀疑啊，它原来就应该是一个大家伙，后来爆炸了就变成一些好多的碎片，大概有50万个啊，就是这种细碎的这个小天体在这个位置。冥王星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前几年啊被开除出这个行星的这个行列了。它不是开除出太阳系，它还是属于太阳系，但是它不属于行星，它换部门了，它不属于行星这个部门，它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在那个部门里面还是个大哥叫矮行星啊，它是矮行星的大哥，长得非常可爱。这里有一颗星星啊，这个就是冥王星。它是不是属于太阳系的边缘呢？还不是，这个位置上人们又发现了好多好多的小行星，非常的多，就是这样一个造型啊，这样一个造型，起了一个名字叫柯伊伯带。这一个地带有好多好多的细碎的小星星，这些小星星大部分是彗星啊，彗星，比如说这个哈雷彗星啊，大概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比这个位置可能还要近一点。说哈雷彗星，我们来看一下啊，哈雷彗星。我们把这个网格关掉啊。哈雷彗星，好多的这个彗星呢，它就是轨道啊，非常的椭圆，非常的椭啊，简直就是一个长的。然后每76年，它就转过来一次。它76年转过来，那么它的周期应该就是乘以2，所以76年到这儿，过个76年到这儿，再过76年再到这儿，是吧？
地球嘛，反正是这根线嘛，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所以它76年回来一次，这叫彗星。所以这个冥王星被开除啊，不是被开除，被调动这个工作啊，是有原因的。它确实介于行星和彗星之间，它是个椭圆形的轨道。这个人类有很多的这个飞行器啊，也在不断的飞行。比如说在这个小行星带这个地方啊，发射了一个黎明号。我们来看看黎明号在什么位置，在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它现在是围绕着这个谷神星，在旋转。这个就是黎明号，美国发射的啊，美国的，很厉害，这个跑的真是够远的啊，它是在专门探测这个小行星的啊。然后呢，这个探测冥王星的也有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冥王星。冥王星旁边这个有一个这个环绕它的啊，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新地平线号，专门探测这个黎明号。这个新地平线号上面呢还携带了这个冥王星的发现者啊，那个汤博的骨灰，一部分的骨灰也带在这个地方啊，把它带到了冥王星这里去。也挺浪漫的啊。在天文学家的这个世界里啊，这个他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整天盯着钱看的这些人是不一样的啊。好了，然后呢，美国呢，除了跑到冥王星的这个新地平线号呢，还有在1977年先后发射了2颗。我们来看一下啊，把这个网格打开啊，在这个距离地球啊，距离太阳啊147个 AU 天文单位的这个位置上啊，是最远的。目前的人类的飞行器，人造的飞行器飞得最远的叫做旅行者1号，这个样子。旅行者1号飞得最远的。旅行者2号呢，跟它是这个兄弟。长得也一模一样，技术也是一样的，前后相差16天。旅行者这个2号是先发射的，1号是后发射的，但是1号跑得快啊，1号跑得快，因为它的轨迹不一样啊。2号承担了其他的一些任务啊，所以绕了一些弯路啊。1号跑得远。我们去看一下这个2号的位置。这个1号是147个 AU，2号是在122个 AU， 距离地球啊，距离这个太阳中心啊。那么这个距离这个发射的这个信号呢，要16个小时，要超过16个小时才能到达地球。美国的这个 NASA 啊，每16个小时才能收到这个之前发过来的这个信号啊，始终不停的在接收信号，现在还在工作呢，这个东西现在还在工作呢。非常的先进，1977年发射的，大家想想看，1977年的东西，我们现在能有多少1977年的东西还在用的？好厉害，非常厉害。它是核能的啊，它是核能电池。旅行者1号的电池已经快就要用完了啊，大概就是今年2020年就不能用了，就随便在太空就飘了。这个2号呢，可能还能用几年，据说呢，至少能用到2029年。还能往外飘，它现在的速度是每年往外飘3个 AU， 3个天文单位。它携带了一些唱片啊，就是这个旅行者携带了一些唱片，就是人类的各种声音，什么各种动物的叫声啊，什么海浪啊，还有音乐呀，都带着啊。好，他们这2个飞行器飞出的这个距离呢，是不是太阳系的外缘呢？还不算啊，在110个 AU 的地方啊，他们已经飞出110这个 AU 这个位置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太阳风层顶，就是说太阳的这个一些宇宙射线的太阳的射线包括各式各样的一些粒子啊，什么放射线的光啊什么，到了这个地方呢，和这个星际空间的其他物质就碰撞在一起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形成了一个
气泡，它形成了一个气泡啊，我们整个地球啊，其他行星啊都在这个气泡里面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太阳系的最外缘呢？还不是，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才是太阳系的最外缘，哇，好远呐！5万到20万个天文单位，5万到20万个 AU， 哎呦我去，实在是太远了。这个就是太阳系的外缘，它叫做奥特云啊，宇宙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什么都是浮云啊。通过这个对比呢，我就感觉啊，我跟这个李佳琦的这个差距呢，好像也不是那么大啊。所以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的点一个关注啊！谢谢大家的收看。